警告 ATM 吞卡后，人一走钱就危险了。教你黄金90秒自救法，不排队不挂失，轻松拿回银行卡。想象这样的场景，深夜你独自到 ATM 提钱，结果机器忽然把你的银行卡吞了进去，一动不动，你左按右按，萤幕却只剩下一片死寂，周围没半个银行人员，只有空荡荡的街道和昏黄路灯。这时候大多数人会怎么做？可能口中骂着倒霉，心想卡被吃掉，只好明天再来领。但就在你转身离开的那一刻，你的钱很可能正陷入险境。为什么人一走钱就危险？因为你不知道吞卡背后隐藏着什么。有可能是 ATM 机出了故障，但也可能是有骗子早已设下圈套，等着你前脚一走，后脚就把你的卡偷走，把里面的钱洗劫一空。别以为这是耸人听闻，现实生活里确实发生过许多类似事件。卡被吞只是表象，真正的黑手是安装在插卡口的偷卡装置和躲在暗处窥视你密码的盗贼。如果你就此离开，等于白白送上银行卡和密码，让人家90秒内就掏空你的存款。真有不少受害者直到银行简讯通知余额归零，才发现卡已落入歹徒之手，后悔莫及。难道遇上 ATM 吞卡，我们就只能自认倒霉，眼睁睁看着钱财受威胁吗？当然不是。其实多数情况下 ATM 吞卡反而是在默默保护你的资产。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就要深入解析5大吞卡原因，教你如何用黄金90秒自救法绝地反击。不用排队跑银行，不用办理挂失补卡，只要抓住关键的90秒，在原地2个步骤就能轻松取回银行卡。首先你得先了解 ATM 为什么会吞卡。很多人以为 ATM 吃卡就是机器出包了，但真相是 ATM 机设计出吞卡这个举动，往往是一种安全保护机制。银行程式早就设定好，只要出现异常情况， ATM 就会自动把卡片没收，以免损失扩大。常见让 ATM 吞卡的情形主要有5种，每一种背后都有其道理，我们逐一说明。第一种情况是操作超时，取卡不及时，这是最常见也最粗心的情况。试想你刚提完钱，一高兴就先数钞票或临时接了个电话，结果忘了取回卡片。 ATM 机可不是傻等的，它为了保障用卡安全，通常在吐卡后会开始计时。各家银行对取卡时限的设定略有差异，但通常约为30秒。如果在这段时间内卡片还没被取走，机器就默认你可能忘了或人不在现场。为防止卡片被他人顺手牵羊， ATM 会自动把卡重新吸回机器内部。据银行内部统计，多数吞卡事件里有超过一半都是这种疏忽造成，可说是最冤枉的损失。这就是典型的超时吞卡。有些 ATM 甚至不用等那么久，如果交易完成后你迟迟没有按下取卡按钮，机器也会认定你疏忽没取卡，立刻把卡收回。对 ATM 来说，宁可暂时扣下你的卡，也不能让它冒着留在外头被人拿走的风险。这样的经历你我身边应该不少见。可能你身边就有朋友抱怨过，上次提款时只顾着清点钞票，结果因为没有及时取走卡片，被 ATM 吞掉，害得他隔天还得请假跑银行办理取卡。所以养成良好习惯很重要，提款时千万记得卡不离身。现在很多新型 ATM 在出钞前就会先退卡，就是为了避免我们只顾拿钱忘了卡。即便机器是先吐钞再吐卡，也一定盯紧萤幕提示音讯，钞票和卡片都拿好再离开。万一当下分心忘了取卡，切记不要马上转头走人，因为还有救回来的机会。我们后面马上会讲到。顺带一提，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ATM 机其实根本不会吞卡，因为他们采用的是快速刷读卡片的方式。客户将卡片插入读卡口后，立即拔出机器读取资讯并完成交易，全程不扣留卡片。这种方式自然不会出现忘记取卡的问题。不过在我们这里，许多 ATM 仍然是像老式提款机那样将卡片吞入机身，一直到交易结束才吐出。因此忘拔卡导致吞卡的风险才比较常见。随着设备更新换代，未来或许我们也能全面使用免吞卡的新型提款机，但在此之前，大家还是养成良好习惯最实在。第二种情况是密码输错过多，这点也不难理解。
当你在 ATM 连续多次输入错误密码，机器会怀疑这张卡可能正在被盗刷或不法使用，于是采取锁卡措施，把卡片吞进去保管起来。一般银行规定密码连错3次就触发吞卡机制，有的设定5次。不管怎样，这是为了保护账户安全。如果有人捡到你的卡或者偷到卡，狂试密码企图破解 ATM， 这一招等于给歹徒设下路障，不仅交易被终止，卡也直接留在机器里，让小偷两手空空。对真正的持卡人而言，虽然一时不方便，但总比账户被盗刷来得好。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乌龙案例。曾有一位粗心的张阿姨一时想不起密码，不断尝试，结果被 ATM 没收了卡，当场急得直掉眼泪。最后她只能请银行协助确认身份，才领回自己的卡，可谓白白折腾一场。不过也有人大意忘记密码，自己连错好几次把卡搞丢在 ATM 里。有些老年人记不清密码，硬着头皮连试，结果卡被吃进去，这就很窘迫。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保管好密码，不要等站在提款机前才临时猜。万一真的想不起来，千万别在机器上胡乱尝试太多遍，应立即停下，回家找找是否有备份，或透过银行客服寻求重置密码的方法，避免当场吞卡。值得一提的是，在密码连错触发吞卡的情形下，有的 ATM 并非完全不可挽回。据说某些机型在吞卡后约半分钟到1分钟，萤幕可能重新出现提示，请你输入密码取回卡片，给持卡人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忽然灵光乍现想起正确密码，或者刚才只是手滑输错了，这次赶快输入正确密码，机器可能会把卡退还给你。这并非所有 ATM 都支援，但遇到这种情况千万记住，别急着走，等几十秒观察一下萤幕，说不定机器又愿意和你沟通了。当然，如果萤幕没有任何反应，那就别傻等太久。第三种情况是卡片本身状态异常，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卡可能出了问题， ATM 替你保管了故障卡或无效卡。常见的比如卡片消磁或晶片损坏，你把卡插进去，机器多次读取失败。如果是老式磁条卡，磁条破损读不出来， ATM 有时会当成可疑卡处理，把它扣下。曾有人遇到过把一张旧卡插入 ATM 取款，结果机器无法读卡，将卡弹出，持卡人不甘心，又强行塞入第二次，这回 ATM 干脆把卡吞进不放了。我的同事小李就吃过这亏，他那张薪资卡用了很多年，磁条已经老化失灵，结果在 ATM 上第一次被弹出后，他不信邪再插一次，立刻卡片就被没收，让他哭笑不得。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卡片可能已经坏掉失效，机器索性帮你保管，以免你反复尝试徒劳无功。最后小李也只能跑去银行补办新卡才解决问题。另外，卡片过期或注销也是一个原因。信用卡和银行卡都有有效期，超过期限或被银行注销的卡，当你投入 ATM 时，系统会识别到卡片无效，通常也会直接没收。这包括你挂失过的卡、被银行冻结的账户卡等等。银行透过 ATM 下达指令给 ATM 仪要求遇到特定卡片就直接吞卡，让这张卡当场被收回。从安全角度看，这防止了不该再使用的卡继续流通。例如你丢了卡挂失后，有心人捡到想偷刷，用这种机制就无法得逞，因为卡一插进去就被吞了。不得不说， ATM 在这种情况下扮演了卡片保护者的角色，仿佛在提醒你该换卡啦。虽然当下令人懊恼，但长远看也是为你好，所以保持卡片良好状态很重要。平时注意不要让卡严重磨损、折弯或受潮，以免关键时刻读不了。卡片到期前，银行通常会提前寄新卡给你，记得及时更换。对于已经挂失或不用的卡，就剪掉作废，不要再拿去尝试了。第四种情形是 ATM 机自身故障或特殊状态，有时并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机器出了状况。可能 ATM 内部零件卡住，导致退卡机制失灵，或者系统当机，电力中断，让交易过程被迫终止。ATM 在这种不确定的故障情况下，通常也会保守起见，把卡扣下来，免得卡一半进一半出，被外力取走。还有一种特殊情形是 ATM 已没钞票了，无法完成提款交易，也有可能直接吞卡。
一般遇到 ATM 无钞可提时，机器只会提醒而不会吞卡，但也不排除程式误判而扣卡。真实情况里 ，ATM 故障吞卡的例子虽然不多，却也发生过。前阵子某第一台 ATM 半夜死机重启，当时操作的好几位客户的卡都被锁在机器里，银行只好紧急派员把卡取出归还，所幸卡片和资金都无恙。这类突发事件防不胜防。ATM 故障吞卡完全是突发意外，我们用户难以预防，只能尽量选择维护良好、有人管理的提款机，而且在操作前留心机器状态。比如，如果发现 ATM 萤幕反应异常迟钝或出现错误提示，最好别勉强使用，换台正常的机器为妙。比如室外偏僻角落那种老旧 ATM， 发生故障的几率相对高，而银行营业厅内新型 ATM 定期有人检修，可靠性就高很多。当然，有时运气不好碰上断电、网络故障，那也没办法。如果真的遇到机器异常吞卡，千万记得保留好相关凭证，比如 ATM 操作的交易单据，当时萤幕显示可以拍照存证，方便日后与银行交涉。这些证据就是你与银行沟通的利器，可千万别嫌麻烦。第五种情况是遭遇不法装置或人为陷阱，这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最危险一种，也就是诈骗集团设计的吞卡圈套。不肖歹徒会事先在 ATM 卡槽动手脚，装上一种让卡片卡住不吐出的装置，你一插卡，卡就被卡住了，看起来仿佛被 ATM 吞进不出，其实卡还停留在卡槽附近，隐约露着边角，只是你肉眼难察觉。接着旁边可能冒出一个好心人，假意帮忙，劝你再试一次密码，或者干脆建议你放弃走人，声称明天找银行。殊不知他同伙早在远处以肉眼偷看或用隐藏摄影机记下了你的密码，就等你一离开，他们马上取下装置把卡偷走，然后凭密码大肆提款。这类骗局在各地层出不穷，稍不留神就会中招。就在去年，警方破获了一起 ATM 吞卡诈骗案，不法分子在多个提款机上做手脚，有的在插卡槽装置吞卡器，有的在出钞口涂抹强力胶使钞票吐不出，还贴上伪造的银行客服电话，诱导受害者联系。许多受害人一发现卡被吞或钱卡住，就拨打了贴在机器上的假电话，不知不觉将个人资料甚至密码泄露给骗徒，最后钱财被转走才醒悟。这类手法可谓相当狡猾，我们更要提高警觉。因此，防范 ATM 诈骗装置是每个持卡人必修课。我们在使用 ATM 前先做个小检查，仔细看看插卡口有没有异常，例如面板是否松动，插口有无多余的塑胶片或粘胶痕迹，周围是否安装可疑的小镜头或不明装置。如果发现不对劲，立即停止操作，换一台机器或直接通知银行。如果插卡过程中感觉阻力不对，卡插进去或退卡时异常卡顿，也要提高警觉。输入密码时一定要用另一只手遮挡键盘，防止被窃看的摄影机或旁人偷窥。还有，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曾有不法分子会伪装成银行维护人员主动搭话，假装帮你取卡，趁机套问你的密码或分散你的注意力。记住，真正的银行工作人员绝不会在现场索取客户密码，凡是主动凑上来的陌生人帮忙，多半没安好心。ATM 机旁有时也会被贴上假客服电话，谎称卡吞了，请拨打某某号码。切记别乱打这种电话。真正的银行客服电话通常不会直接贴在 ATM 上，而是在官方网站、卡片背面或 ATM 萤幕上提示的。遇到麻烦，只联系官方公布的银行客服，不要给骗子有可乘之机。了解了以上5大原因后，你会发现，其实除了最后一种骗局，其他情况 ATM 吞卡都是在保护你，不论是防止你的卡被偷，还是防止你的钱被盗， ATM 机其实在默默替我们把关。想想看，刚才提到的那些情况，哪一样不是站在持卡人的利益出发？除了诈骗陷阱那一种意外， ATM 吞卡基本都不是在跟你作对，而是在尽责的保障你的资金安全。有了这个认知，我们面对吞卡时心态也该转变，别一味责怪机器，搞不好它是你的守护神呢。但问题来了，卡被吞进机器，虽然钱暂时安全了，可我们总不能不要卡吧？接下来
就轮到黄金90秒自救法上场，教你如何在不用麻烦银行的情况下，自己把卡取回来。所谓黄金90秒，指的就是 ATM 吞卡后的1分半钟内，你还有大好机会能把卡从机器肚子里救出来，不必排队，不用挂失，靠自己2招搞定。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部分银行的 ATM 具备吞卡后自助取卡的功能。这项服务最早在2013年由交通银行首创推出，很快各大银行也陆续跟进。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当 ATM 因为操作超时这类原因吞卡时，机器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锁死卡片，而是会在萤幕上跳出提示，给持卡人最后一次输入密码取回卡片的机会。画面通常会闪现提示，告知持卡人卡已被暂时扣留，请在90秒内输入密码取回卡片。此时萤幕右上角也会开始90秒倒数计时，提醒你时间有限。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输入正确的交易密码，系统核对无误后， ATM 会立即将卡吐出还给你。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是不是很方便？想想看，以前遇到吞卡要跑银行，如今动动手指就把卡救回来，真是科技带来的神奇改变。举个例子，你取完钱一时大意忘了拔卡， ATM 啪一声把卡收走，别慌张，留意萤幕，很可能上面正闪烁着让你输密码取回卡的讯息呢。赶紧在机器要求的界面重新输入刚才的交易密码，机器验证通过后，嘟嘟一声，你的卡就会再次从插槽吐出。这就是传说中的当场取回功能，不少用户对此纷纷点赞。一位李先生就分享过自己的遭遇，有次他取钱时光顾着清点现金，耽搁了几十秒，结果卡未及时取出，被 ATM 吞掉，不得不隔天带着身份证到银行领回，着实麻烦。现在有了这种现场取卡功能，他只要在原机输入密码就能取回卡片，方便太多了。另一位高女士也表示，之前有次她取钱时接电话耽误了，钱没拿到，卡却被吞，过了好几天才跑去发卡银行补领，好不折腾。如今银行提供90秒自救服务，像他这样大意的人终于不用多跑冤枉路，对银行的贴心举措他赞不绝口。许多亲身试过的用户都觉得他就像 ATM 给你的后悔药，让人松一口气。也难怪自从有了这功能，不少银行的吞卡率下降了20%以上，大家能自己拿回卡，自然不用再跑银行求助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有些银行，例如招商银行，甚至把自助取卡的有效时间延长到吞卡后7天内。也就是说，就算当下没及时用密码取回，被吞的卡也会暂留在 ATM 机内最多7天，持卡人可在这段期间内重新到该机器完成验证取卡，提供了更弹性的补救时间。不过注意，黄金90秒自救法并非适用所有情况。刚才说了，它主要针对操作失误导致的吞卡，比如超时未取卡。如果你的卡是因为被列入黑名单，例如挂失卡，而被吞 ATM 收到的是死命令锁卡，那就不会给你这个输密码的机会。同样，地机器故障或假如真遇上犯罪装置，萤幕未必会有任何取卡提示，毕竟卡不是因正常程序被吞，机器也无法识别让你自助取回。所以90秒内救卡这件事，首先要判断 ATM 是否真的支援。通常新的 ATM 机或银行本行的卡比较可能有这功能，而老旧设备或跨行操作时，有些就没有。另外需要注意，若是在非发卡行的 ATM 上被吞卡，你通常得前往该 ATM 所属银行的网点办理领回卡片，因为只有该银行有权开启机器取卡，你的发卡银行无法直接插手。有些银行可以配合将卡片寄回你发卡行，但过程往往需时多日。在此也建议大家尽量使用自己银行的 ATM， 万一出了问题，处理起来会方便不少。实际操作很简单，第一步，确认 ATM 萤幕是否出现取回吞卡或输入密码取卡的提示，有的是自动弹出，有的则需要你在主画面选择取回卡片或类似选项。假如看不到相关提示，可以尝试按一下取消键或确认键，唤醒机器的取卡界面，因为有时候机器可能只是在等待下一步指令。第二步，按照提示在键盘输入正确的取款密码，注意一定要是正确的密码，输入后按确认，若密码验证通过，机器通常几秒内就会把卡退还。拿到卡后记得收好，这次可别再忘了。
整个过程说穿了就2步：启动取卡流程，然后输入密码验证。但千万不要犹豫拖延，因为系统只给你大约90秒时限。如果你动作太慢或者再次输错密码，超时后机器可就认定你无法自行取卡，会再次把卡锁住，到那时就只能去找银行了。有些银行的 ATM 甚至规定只能取回吞卡1次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因此叫黄金90秒，一点不夸张，每一秒都珍贵。那有人要问了，如果 ATM 没有提供自助取卡功能，或者我的卡并非操作失误，而是其他原因被吞，那这90秒内我该怎么办？难道干等？别急，自救方法不止一种。我们把难度分级，除了刚才那套最简单的密码取卡法，还有中级和高级方案可应对特殊情况。中级方案就是善用 ATM 求助管道，确保卡不离开自己的视线。具体来说，如果发现 ATM 吞卡且没有自助取回选项，千万别就此跑走，应立即使用机器自带的求助功能，或直接联系银行客服。许多 ATM 旁边或萤幕上都附有银行客服电话，甚至直连对讲机。拿起对讲或电话，第一时间向银行报告吞卡情况，提供 ATM 机编号、所在地点和吞卡发生的时间，证明你就是持卡人，并说明刚发生了什么。通常银行客服会要求你提供一些身份验证资讯，例如姓名、证号或银行预留电话号码等，以核实身份。确认无误后，客服人员会登记你的卡号和联系方式，然后告知你取卡的安排，多半是要你携带身份证件到该 ATM 所属的银行网点柜台领回卡片。至少你报备之后，银行会知道卡在机器里，不会被别人领走。如果当时正值银行营业时间，且地点就在网点门口，不妨立刻进去寻求工作人员协助。他们通常能核对身份后，当场开机取卡，省去日后奔波。高级方案则是针对怀疑遇到诈骗装置的情况，这是最困难也最危急的情况，但只要冷静应对，还是有机会自力救济。当你强烈怀疑卡被骗徒的工具卡住，比如看到插卡口有异物，或者刚刚有可疑人员在旁，步骤1是立刻遮挡住插卡口，不给他们有机会靠近取走卡片。可以用手紧贴卡口，或者干脆站在机器前不走，目光四处寻找可疑人影，同时大声向周围呼喊求助或直接报警，让骗子知难而退。步骤2则是尝试取出卡片和装置。有些吞卡装置其实并不复杂，可能是一节带粘性的塑胶片或绳索卡在卡槽里。如果你手边有镊子、小工具，或者能够抓住露出的卡片边角，小心用力将其连同可疑装置一并拉出。实在没有工具，可以试着用另一张卡沿卡槽边缘探入，碰碰看能否勾到异物。这过程一定要谨慎，避免用力过猛损坏卡片或 ATM 零件。如果顺利取出了卡，马上检查卡片是否完整，是否被调包，同时通知银行检查账户有无异常交易。若发现附近有人蠢蠢欲动，取卡后也不要逞强对峙，立即离开现场，并拨打警方电话报案。以上中级和高级方案的核心是人在现场不离开，卡片不离开视线。只要你守在那里，骗子一般就不敢过来拿装置，也就保住了卡和钱。而透过及时求助银行或机警地自行取下装置，你就有机会化险为夷。当然，如果尝试一切办法仍无法取回卡片，这时也别无他法，只能尽快挂失处理。但至少由于你全程没有走开，卡始终留在机器的金属附中，坏人拿不到，它就是安全的。银行一般会在 ATM 吞卡事件后将卡片取出并保管，你可在约定时间持有效证件前去领回。只不过这过程繁琐许多，而且期间无卡可用，所以还是能现场解决最好。讲到这里，我们总算把 ATM 吞卡的前因后果、预防措施和自救办法都摸透了。总结一下， ATM 吞卡不见得是灾难，很多时候反而是银行在帮你守护财产。常见的5大原因里，除了骗局外，其余都是为了安全起见。如果遇到吞卡情形，不要惊慌，更不要转身就走，冷静想想是哪种原因造成的，按照我们分享的步骤行动，能自助取回的赶快取回，不能的就联系银行求助或设法保住卡片不被别人拿走。
在黄金90秒内，你完全可以扭转局面，化被动为主动。最后提醒大家，最重要的还是提前预防，平时牢记取走卡片，谨慎输入密码，不用问题卡片，多留心 ATM 周遭环境，减少吞卡风险。做好这些，你或许一辈子都不会真遇到吞卡，但万一运气不佳碰上了也没关系，你已经掌握了自救的秘技，下次再有 ATM 吃卡，你绝对知道该怎么办。到时就拿出我们今天讲的招数，沉着应对，3两下让你的银行卡完璧归赵。别忘了把这个黄金90秒的秘方也告诉家人朋友，让大家都能远离吞卡陷阱，安心用卡，开开心心回家。想一想，以前 ATM 吞卡对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又麻烦又头疼的倒霉事，但现在我们掌握了黄金90秒这样的秘诀，就好像找到了打败魔王的武器。科技带来的风险其实不可怕，只要我们知己知彼，就能化危机为转机，反而利用它来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方法能够真正帮到你，在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场。从今以后 ATM 偶尔发小脾气吞卡，再也不能让我们束手无策了。